我们刚刚上一节解释了 tensor product， 然后如何把至少2个量子位元的状态写成一个向量，一个很长的向量。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讨论这种向量性质。那首先就是我们讨论这种向量性质的时候，我们上一个单元的最后面有讲说，这种样子很长的向量，我们也可以表示成它里面的标准基底，然后的线性组合来表示。那它的标准基底，所以说我们回顾一下，就最一开始的标准基底是0跟1，然后对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把这个0跟1生成的 state 叫做 Q1，就是为了我们之后讨论方便，所以说所有的那个 state vector。一个 qubit state vector， 我们把它叫做 Q1， 然后它刚好就是 C2， 这个 C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复数的意思，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上面的话，我们就写打一般的 C， 对，大家看到一般 C， 有时候它也是代表复数的意思。好，然后所以说，如果2个 qubit 的时候，我们上一个单元最后的时候画了2个 qubit， 那2个 qubit 的时候，它的标准基底就会是00、01、10跟11，然后我们上次有秀说某一个向量我们可以表示成00、01、10、11的线性组合。那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00、01、10、11、2个 qubit 的向量的线性组合的这个 state 叫做的所有的 state 写在一起的集合叫做 Q2。那它的标准基底00、01、10、11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之前的符号。所以00是什么？00就是0。这个 qubit tensor 0这个 qubit， 那就是10这个向量 tensor 10这个向量，然后就是1000这个向量。那01呢？01就是0这个 state tensor 1这个 state， 所以是10这个向量 tensor 01这个向量，所以 tensor 完之后就是0100这个向量，然后10就是很像，就是1这个 state tensor 0这个 state， 所以就是01 tensor 10这个向量，所以就是0010这个向量，最后11就是1 tensor 1，然后01 tensor 01，所以是0001。好，那 n 个时候就以此类推，然后继续做大做好，对不对？所以没有很特别，就是以此类推继续做。那我们知道 n 个的时候，那 n 个的时候有个比较特别的是说，因为 n 个嘛，所以说它这边不是本来是00跟01、00、01、10跟11吗？那 n 个的时候就可能会有 n 个数字，每一个都可能是0跟1，这样你想要什么呢？二进位，对不对？所以说你可以把中间每一个东西用一个二进位的数字来表示。所以说，这个二进位00是什么？它就是2的0乘上2的1次方加上0乘上2的0次方，就是0。01是什么？就是0乘上2的1次方加上1乘上2的0次方，就是1。然后再来。10是什么？就是1乘上2的1次方加上0乘上2的0次方，就是2。好，最后11是什么？就是1乘上2的1次方加上1乘上2的0次方，就是3。所以说，如果你里面有很多01的话，你还可以继续就是化简，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叫做0，这个叫做1，这个叫做2，这个叫做3，会让你的日子更方便一点点，因为你不用什么时候都要把数字换成2进位，然后2进位换成10进位，然后再换来换去，不需要。那这个部分就是这边在说的事情，就是如果 n 个 qubit 的时候的 state，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k 从0到2的 n 次方减1，然后所有的这样子的向量。那 k 如果我们把 k 表成2进位的话，它就会是前面这样子疯狂的，就是这样子，对，
疯狂的一堆0跟1，对，疯狂的一堆0跟1。好，然后它所有的计算方法就是我刚刚说这样推广到 n 个的时候，然后它每个都有系数嘛，我们把它系数叫 pk。那对每个 pk 它的性质就是我们把 pk 全部平方加在一起就要等于1。好，那我们继续一个简单的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1个量子位元、2个量子位元、3个量子位元，所以我们现在看3个量子位元的例子，然后所以是3个量子位元是2的c 的2的3次方，所以是 c 的8次方，8维的向量空间，然后把它们做 tensor product。对，这边应该挺无聊的，像 tensor product， 就这边部分都已经算过了嘛，然后之后再来多做一 tensor product。所以说，但是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0，这是对到0，这对到1，这对到2，这对到3。重点中间的计算过程不是真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最后你看这个二进位展示是2的二进位展示是010， 3的二进位展示是011，然后4的二进位展示是100， 5的二进位展示是101， 6的二进位展示是110， 7的二进位展示是111，所以8维向量空间，8维负向量空间，然后也就是代表3个量子位元的情况，它的标准基底可以用 kit 从0到7这7个 kit 来表示，然后你可以分别把它二进位写出来，01、01、01。然后如果你觉得写二进位很烦，就更多的时候可能会更烦的话，你可以直接写成就是数字0、1、2、3、4、5、6、7。对。接下来我们就稍微证明一下，就是如果 n 个 q 2个都是 n qubit 的量子状态，它们的 tensor product 就是 2n qubit 的量子状态，然后我们一样就是把它展开完之后，它半满值性质就是它平方加在一起要等于1，平方加在一起要等于1。所以说我们最后把它撑开之后，变这个我们要证明这个东西平方加在一起要等于1。好，怎么证呢？所以说这个东西的平方要证明它这个东西平方加在一起等于1，那就是这个东西平方全部加平方加在一起要等于1嘛。那平方加在一起等于1的话，我们一样可以把 sigma 里面的东西提出来。提出来之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本来已经知道，就是平方加在一起等于1，因为然后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它平方加在一起要等于1，所以说这个等于1，这个等于1，乘不乘起来，这是1乘1，然后所以答案就是1。所以这个题，好。最后我们验证一下，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用到？我们刚刚用到这个公式。就是我们刚刚验证的这个公式是说，我们用到2个复数 ，p 跟 q 都是复数，那这2个复数的长度相乘的长度会等于长度的相乘。这边我们可以用拆成分量来表示，然后这样就证明完了。另外一种想法是我们不要拆成分量来表示，就是我们可以把x 就会等于 r exponential i 西塔0，假设这样子嘛，对不对？但 x、y 都是复数嘛，然后 y 表示成 r1 exponential i 西塔1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 x 乘 y 的绝对值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些全部乘在一起嘛，就是 r0 exponential i 西塔0乘上 r1 exponential i 西塔1，然后这东西就是的全部的绝对值。然后绝对值是什么？绝对值就是长度，但是我们知道 exponential i 西塔是代表角度，所以角度绝对值就不见了，只剩长度。所以说或者是我们应该这么说的，就是我们可以一样把它画成标准式，标准式就是 r0 r1 长度相乘，然后 exponential i
c 打0加 c 打1，然后这就是复数极坐标标准式。复数极坐标对一个复数而言，我们把极坐标标准式写出来之后的取绝对值就是算它的长度，长度就是前面这个系数，所以就必须是 r0乘 r1。好，然后接下来它必须乘 r0乘 r1之后 ，r0和 r1分别是什么？那 r0就分别会是 r0 exponential i c 打0。然后 r1就是 r1 exponential i c 打1。好，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是绝对值 x 乘上绝对值 y。好，所以这边比较短一点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极坐标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就是这个比较长，但是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自己练习一下，这是个好的习题。自己练习一下，这样展开来之后，把它画成实部虚部，然后分量，然后进行化简之后，化简出来的确会是左边这个化简结果的确会跟右边这个化简结果是一样的，对。但是比较简单这方法是用极坐标，对，极坐标比较简单，就是这两个相乘的结果都会就是 r0乘 r1。这一章我们基本上讨论tensor product完之后，就是我们可以开始把 n 维空间的向量的标准机理定出来，然后定义了 n 个 qubit 的时候的向量所在的空间，我们把它取个名字，然后并且把它标准机理写下来，然后它可以用它标准机理可以用二进位方法表示，然后我们证明了就是 n 维空间中的位元跟两个 n 维空间中的量子位元做那个 tensor product 之后，2n 个量子位元，然后就是符合我们心中预期的想法。